马委员，大驾光临，是为何事啊？我今日代表国民政府前来与楚小姐共商大业。愿闻其详。楚小姐自办韶华制药厂以来，成绩斐然，方方面面的创新与委员长提出的国民经济之建设运动的宗旨不谋而合。因此，国民政府希望与楚小姐合作建厂，一方面解救濒临崩溃之国民经济，另一方面也可使人民获得安乐之生活。那你们想怎么个合作法呢？建厂所有费用及一切工作琐事皆由国民政府承担，楚小姐只需带着万灵丹的配方入股即可。那请问楚小姐占股几成1成？1成，正是。那万灵丹的配方归谁所有？既然是合作建厂，那配方归国民政府和楚小姐共同所有。马委员，依照国际惯例，像万灵丹这样的产品，如果楚小姐要技术入股，至少要占股50%。此外，我们独有的机械提纯萃取技术和先进的生产、销售、管理模式，至少也要占股2成。本人也曾留学美国，知道程副总所言不虚。然而现在国情世事实在特殊，所以无法按照国际惯例实行。怎么特殊呢？东北已经沦陷，日本人在华北也似有箭在弦。我个人以为，中日之间2年之内必有大战。我们此时建厂，不仅仅是为了国计民生，也是为了备战所需。此时建厂确有必要，不过马委员提出的合作条件，未免太过苛刻。我们也事出无奈呀。眼下乃是国家最积弱之际，财政捉襟见肘，唯有请楚小姐暂且委屈，先行报效国家，再论个人私利。报效国家，人人有责。不过，万灵丹乃楚家祖传秘方，就这么拱手让人，楚小姐无法向楚家先人交代。另外，万灵丹能有今日之业绩，楚小姐这些年付出良多。如果你们一点都不为楚小姐考虑的话，我觉得似乎有点说不过去。那你们希望是什么条件？我们至少要占6成的股份，并且万灵丹的配方只能由我或者我指定的人掌握。占股可以商量，配方必须共享。配方的事没法谈。楚小姐，只有配方共享，才能快速建厂、大量生产，方能满足战时之需啊。但是刚才程先生也说了，配方乃是楚家先辈所创，我个人是不能轻易拱手的。局势之所以坏到今天这个地步，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太多人只想自保，不愿为国家牺牲。我原本以为楚小姐和那些人不一样。马某告辞。如果国家都没了，我们还捏着配方有什么用？可他们这根本就不是谈合作，而是抢劫。条件可以再谈，但是抗日却刻不容缓。姐，报国的方式有很多，不用把自己的身家都交出去。但我知道很多人为了报效国家，可以捐出自己的全部身家，甚至给出自己的生命。好，就算要交，也要交给可靠的人。但是国民政府，如果他们真心抗战，我愿意相信他们一次。马委员，楚小姐，如果要配方共享，那我这是有条件的。您请说。我们合作建厂生产出的万灵丹是不能用于内战的，只能用于抗日战场，并且所有的收益，包括我自己的，都要捐赠给抗日事业。太好了，那完全没有问题啊。好，那具体的细节呢，就请您和程先生你们来商议吧。谢谢，谢谢楚小姐，您请放心，马某绝不辜负您的信任，一定快速建厂，为抗日事业贡献力量。那我就等您的好消息了。我尽快，再会。姐，你损失是不是太大了？国家存亡之际，一点个人的私利是算不得什么的。
但是你怎么跟楚家的先辈交代啊？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支持我。回去吧。哎呀，绝不能答应啊！这是唯一能救守元药庄的法子。就算舍了咱守元药庄，也不能让日本人得逞啊！这是什么话呀？守元药庄要是没了，咱们大半个身家就都没了。守元药庄要是没了，那菊敬堂也难以维系，那可就不是大半个身家了，那是全部身家，那就更不能坐以待毙了。古人尚能做到，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手，我们岂能连古人都不如啊？哎，喝点水。三渡，说说你的想法。之前我们跟日本人不过是有些生意上的往来，就已经被很多人指着脊梁骨骂了几年。哎，就连国药工会主席位置，也因此丢掉了。两码事儿啊！工会主席的位置丢了，那是被田大少和文哲秋给暗算了。如果此时再让日本人入股的话，那汉奸的名头可就跑不掉了。你懂什么呀？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就说我们认识的人吧，啊，杨三爷可以了吧？因为没让日本人入股，一夜之间家产殆尽，拼病而死。而比他识时务的刘雨田，不但赚得盆满钵满，还得了一个勋爵的位置。大掌柜，你不能只看眼前，将来若是东三省光复，这刘雨田的下场必定是极惨呐！行了吧？就国民政府那几把刷子，东北三省只怕永远都回不来了。此次事关华北，国民政府应该不会再退让。哎。夏老板，你是？我是于信正。于信正，我怎么对你没印象？我刚毕业回来没多久，我爹是于中和。中和？哎，你是中和的儿子？对。都这么大了，你爸可是当年跟我一起从齐州一路到上海的，路上他吃了不少苦。你爷爷于太正，那可是守元药庄的老人呐。是，我们一家3代都跟着夏老板做事，我还希望我儿子以后也能跟着夏老板呢。以后？哎，是啊，靠着夏老板你，我爷爷才能娶妻，我爹才能在上海买房，我才能读书，所以我还指望着我儿子将来也能靠夏老板留洋呢。好，我争取不辜负你，我尽量，我尽量。我争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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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报外报！何应钦答应日本要求放弃华北主权。何应钦答应日本要求放弃华北主权。你们需要的资料都在这了，有面包。包括之前跟国民政府合作建厂的注意事项、选址建议，还有之前跟政府合作商家的经验教训，马君才的发家史，还有及其背后势力的政商资源。当然，里面还有大中华制药厂的股东构成，希望对你们未来的谈判有所帮助。谢谢文大哥。部长希望尽快签约，需快速推进建厂事宜。不知楚小姐对合同还有什么意见？合同其他的条款都很清楚，
唯有2个关键问题不明。第一就是，我们既然是和国民政府合作建厂，共享配方，那为什么我们的签约方是大中华制药厂呢？我特意打听了一下，这个大中华制药厂乃私人所有，和国民政府没有丝毫关系。是这样，国民政府已将万灵丹列入军需药品，出于保密需要，才委托大中华制药厂与楚小姐签约。那我们是否能看一下国民政府和大中华制药厂的委托协议呢？此乃国家机密，不可公开。哦，那这恐怕很难让我信服啊。楚小姐不必多虑，这是部长亲自过问的项目，不会有任何差池。另外呢，我们当初的约定，药厂的产品不能用在内战，并且全部的收益都捐献给抗战事业。这一条为什么没有在合同里体现？楚小姐莫急，你所提到的内战、抗战，实涉军国党派，如若写入这合同，怕是引起不必要的纷争，所以我们只能口头应诺，无法落入文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恐怕这份合约我们暂时是不能签的。楚小姐，国难当头，我们不必纠结这些细节吧？马委员，这不是细节，这是原则。楚小姐，你这是要出尔反尔了？我怎么觉得出尔反尔的反而是你们呢？程副总，我和楚小姐单独说2句。楚小姐，只要您肯签字，我们可以将股份让到5成。我要求的不是股份，我要的是抗日的承诺，要白纸黑字的落到实处。这我可无法答应你啊。那就拜托马委员，请能答应我的人过来再跟我谈条件吧。楚小姐能够为民为国，这是你的荣幸啊。马委员，如果能够真心的为国为民，那我愿意把我所有身家都捐出去。但我就是怕，有一些人打着为国为民的旗帜，干的却是利己卖国的事儿。好啊，楚小姐，你可知大中华制药厂真正的股东是谁吗？这我当然知道了。我就是因为知道，所以他们的口头承诺，我是一句都不带相信的。那你更应知道得罪他们的后果吧。知道。既然如此，那就走着瞧。不送。姐，果然不出我所料。要不要出去避避风头？我吗？逃从来都不是我的风格。郑辉，麻烦把这个扔到垃圾桶里去。好久不见，顾小姐。我全力支持。朱经理，有个客商说他是您的老朋友，希望能够特别照顾，3天之内给他出货，但我们最快都得等到下月。老朋友。你好。你好，楚小姐。我姓顾，是润华商行的职员。顾小姐，你好。
我们之前见过，所以也算是老朋友了。是，老朋友。阿梅，少华，民国16年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你，我还以为你因为同志救援及时，我侥幸躲过了屠杀。那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我去了很多地方，但方向从来没有改变过，就是夏先生当初为我指引的那个方向。来，坐。太不容易了，死了这么多的人，你们还依旧坚持着。夏先生教过我一句成语：矢志不渝。夏先生不会白白牺牲的，他为之奋斗的那个新中国，也一定会实现的。有什么我能做的吗？我们现在急需万灵丹，如果1个月之后才能交货，就会有很多受伤的战士可能会失去生命。没问题，3天之内肯定出货。谢谢。以后如果你们需要万灵丹的话，就随时跟我说，我分文不取。不行，我们商行有规定，必须公平买卖。你只要在交货时间上特别照顾我们就行。好吧。这批万灵丹，请发往这个地址。你只管交货，别的什么都不用管。明白。那个人现在已经不怎么做古药生意了，除了一家总店之外，其余的分店都改成了贸易行，主要销售一些布匹、医疗器械、食盐、煤油，还有土特产等等。他自从跟你分开了以后啊，可干了好多奇怪的事儿呢。你说他把上海的店卖了吧，但他又在香港、汕头，还有三河坝开了分店。我还听说他想把分店开到大埠、永定、上杭、汀州，这不傻了吗？我找文之秋，他人现在在哪儿？这开药行太辛苦了，还不如做贸易来的轻松，是吧？如果你们有之秋，她是我前任未婚妻楚韶华小姐。你不是宣布跟我恩断义绝吗？这么突然，有事过不去？没有。那是想我？我可担当不起啊！这要是让人误会了，我这积攒的好名声就前功尽弃了。哼！你能有什么好名声啊？自从我们俩断绝关系后啊，你的敌人都变成了我的朋友，我的路变宽了，天空都大了，现在做什么都得心应手的。舒小姐，求您了，回去吧。你确定？你知道我因为什么来找你，对吗？我们俩都认识那么多年了，你的一举一动我会不知道吗？对，认识你10多年了，你把我骗得太惨了。要不是今天晚上我在整理一些旧账的时候，又发现了一些东西，文之秋，我还被你蒙在鼓里呢。你够厉害的！我今天晚上来找你，就是想跟你说，你就是个混蛋人渣、败类无耻之徒。嘿，舒小姐，你们毕竟合作那么多年，还好过一场。就算分手，也不用口出恶言吧？是，就是。张老板，
如果他用对待我的方式来对待您的话，您肯定不会口出恶言，你会直接提刀砍人的。文先生，您到底干了什么呀？而且你问他，他对我干了什么？文之秋，以后别让我见到你，我见到你一次骂你一次，你可千万别落在我手上，不然我一定会让你生不如死。你就好好开你的厂，卖你的药啊！还有，别辜负了你从我这骗走的那几10万大洋啊！你还是好好操心自己吧，我这辈子都饶不了你了。这女人简直是头母老虎。小秋啊，以后你可要多加小心喽。文先生，您的货都在这里，要不要检查一下？看一下啊。这个，咱们对一下啊。大概什么时候上船？手续办完就上船。什么时候可以到香港？1周左右。我们这批药很重要，可千万不能出什么差池啊！放心吧，我们公司可是老字号，绝对不会搞丢客户的货物。曼丽号下来的货在哪儿啊？全部开箱检查。你们这不合规定吧？刚都检查过了。我们接到举报，曼丽号到达上海的这批货物有违禁品，我们必须严查。刚都检查过了。查仔细点，轻点啊！这不查仔细了啊！喂，兄弟，轻点啊！这不能摔，我自己一样样拿出来给你们检查，行吗？嗯。你看啊，是吧？啊，你看，你看，就这些，货不错呀。那边看仔细点，差不多得了，别多过分。哎，老大，货没问题。去那边看看，走。哎，走。哎，箱子打开。你这卑鄙无耻下流的东西！今天让我在这啊，在这见到你了。谁？我哎，你说谁啊？你这疯女人！你骗了我的身子，还骗了我的钱！我今天要跟你对！哎！他说他是变分厂的小开，其实他就是个小瘪三。他还说他是个单身，其实他下有老婆，上有老婆。那我，你这疯女人！我是什么东西？我是什么东西？你是什么东西啊？我是什么东西？你不管了啊！住手！我是什么东西？你说。再说开枪了！不至于，不至于啊！长官，你可不知道，他就是一个负心汉。我们执行公务的，没空管你破事，滚！我再不走我开枪啊！对不起。对不起。你根本就不知道我被他害得有多惨。我今天就算是死我也要杀了他！我要杀了他！走去！不是，我们那一晚是你情我愿。别管！慢走啊！老板，一碗小馄饨。哎，好的。老板，放这啊。谢谢。万灵丹的效果很好，我们准备继续订购，没问题。另外，我们之前一直委托一家商行从国外采购西药，但那家商行最近不太方便，能否改托池春堂帮忙采购？可以。你们需要哪些西药？药品的名称和数量都在上面。西药到上海之后，请改一下包装，让人觉得是寻常的中成药就行。明白。那我就先告辞了。好，你慢走。此时此刻，我们都很好奇，舞会马上开始。那么，白小姐的第一支舞将与谁共舞呢？为了表达感恩之心，我要拍卖第一支舞，拍卖所得全部捐给慈善机构。白小姐真是人美心善呐！那么，白冰心小姐生日舞会的第一支舞拍卖正式开始，起拍价50大洋，我出100大洋。
200大洋，200大洋，第一次，300大洋，我出400大洋，500大洋。谭先生出价出到了500大洋，500大洋跳支舞，500大洋第一次，500大洋是二次，这别的迷住了。500大洋，1000大洋。现在夏先生出价1000大洋，还有人愿意加价的吗？1000大洋，第一次；1000大洋，第二次；1000大洋，第三。3000大洋，3000。多少？3000大洋。3000大洋，第一次。3000大洋，第二次。3000大洋，第三次。我宣布，白冰心小姐今晚的第1支舞属于这位小姐。这位小姐，请你给大家说2句。那我就简单的说一句，这3000大洋，我希望全部捐献给市立传染病医院，用于修建之前被日本人炸毁的传染病病房。谢谢。感谢这位小姐，也感谢白冰心小姐。你今天穿的好漂亮，为了穿下这衣服，我3天都没吃饭。光照社会，那今天真的是你生的？怎么可能？我这个人啊，连出生都不配，我哪知道自己是哪天生的？接下来，我宣布，那今天白冰心小姐慈善舞会就想听大家跟我说一句生日快乐。好久都没聚了，趁着今天这机会，咱好好聚聚。好，走。去哪儿？我带你去吃好吃的。不跳舞了？这舞有什么好跳的？但是这儿还有好多人呢。再多人，你能换来一句真心的生日快乐吗？走吧。所以我说啊，你想走就走，我们不用管那些人呐。二妞，好多客人等着你跳舞呢。走。少华，你还记得咱们俩小的时候，最后一次在启州逛药市吗？记得。你还记不记得咱们见到夏园的那次，咱们两个说的话？少华，你看她的衣服边镶金线了，还有她的耳环，耳环上的宝石好大呀！哎，戒指上面有宝石吧？我要是有一天能穿戴上这一身，我死了我都愿意。我今天的穿戴，可比当年的夏夫人华贵多了，而你，也成为了和夏园一样，可以平起平坐的人物。这么说来，咱们俩也都算实现了儿时的梦想了。你满足吗？当然不，我也一样。你还想要什么？难道你想做夏夫人？你以后就知道了。二妞，生日快乐！曲小姐，请留步。我今天是专程为你来的。不好意思，我还有事。楚小姐，我今天是真的专程为你来的。你有什么事儿吗？楚小姐，你有没有考虑过，把万灵丹以及万灵丹代表的汉方药卖到世界去呢？当然有，但是不会和日本人合作。啊，楚小姐，关于一种倾向的事情，确实有许多杂音在里面，我也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你呢，也别先忙着拒绝我，先看看我们小村家族为你准备的合作条件，我相信一定会让你感动，也一定会让你心动的。不用，小村先生，你们日本的军队正在侵占我们的国土，你想想，我可能跟你合作吗？楚小姐，和我们合作可不是仅仅为了出路，那也是生路。你这是在威胁我吗？我只是在提醒你，你们中国人呢，勇于私斗，怯于攻占，只要我们日本集中优势兵力，3个月以内一定会击垮中国军队。作为一个生意人，楚小姐，你应该提前预判，并且为将来布局吧。小村先生，如果中日双方必有一战，
那最后的胜利只能属于中国，这就是我的预判。还有，你的领带歪了。那陈慧，还有一个条件，针对你的。你说。他要是遇到什么难处，第一时间告诉我。你这房子不是刚置办吗？住得好好的，干嘛要卖呀？我这不是要办厂开店吗？还差点钱，谢谢。差多少？我给你。我可不能要你的钱。为什么呀？就你那经济我还不知道。春江花月被炸，把你那点积蓄都炸没了吧？就你那点钱，根本就不够我填补窟窿的，你还是自己留着吧。好吧。对了，你跟夏元怎么回事？我现在是他的秘书兼助理。仅仅是助理兼秘书？那当然不只是。他有家室？哎，男人嘛，有个3妻4妾，很正常。但你没必要自轻自贱。你会因为我是他的情人，就看不起我吗？我只是替你不值得吧？值不值得，我心里有数。二妞，我觉得啊，你放心吧，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且我一定能得到。钱？可之前你说你是要靠自己挣钱呢。就是因为我要靠自己挣钱了，我才更要跟夏元在一起。我要跟他学习怎么做生意。哎，你学做生意，你跟着我不就得了？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我都要拜师了，我当然得拜个大的。夏元做生意的时间比你长，拜你不如拜他。可我要提醒你啊，夏元是一个为了钱什么都不顾及的男人，我怕他给你带歪了。巧了，我也是一个为了钱可以什么都不顾及的女人。再说了，我都已经歪成这样了，他还能把我带得歪到哪儿去？二妞，你不觉得你这一次付出的代价，比以往任何一段感情都更大吗？我这一次得到的会比以往任何一段都要多。好，你们好，韶华，白小姐，我代表首元药妆菊锦堂董事长夏元先生，向池春堂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韶华制药厂厂长楚韶华女士表示祝贺。我太高兴了，祝贺你，你终于梦想成真了，我真为你高兴。楚小姐，文老板让我来祝贺楚小姐新店开业、新厂开工。并祝生意兴隆，财源滚滚。小轩，谢谢你啊。不过这花篮，你还是拿回去吧。来，我与文氏大药房早就没有瓜葛，和你们老板呢也已经割席分居了，所以我无需他的恭贺，也不需要他的祝福。还是要辛苦你了，就把这花篮再拿回去吧。谢谢。楚小姐，带我们大家参观一下药厂吧。听说你这药厂是全上海最先进的。我们这次呀，就是冲着这个来的嘛。是啊，对呀。药厂呢是一定会参观的，不过大家在这站了这么久了，肯定也渴了，先进去喝杯茶。好，谢谢。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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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篮都退回去了，是不是太绝情了？我和他已经无期，我来绝情一术。谢谢。各位，我们韶华制药厂的理念呢是科学提炼改良国药，我们采用的是最新的机械提纯萃取专利。以中药稀释的方式重新加工国药。来，这边就是
我们马上要上市的新品——中药浓缩丸万灵丹。机械提纯萃取，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专业的问题就给请我们的总工程师陈辉先生来为大家作答了。他也是这项专利的发明者。来，大家来给我看这个设备。这个设备呢，它是由一个底座和多个加热容器构成的。哎，这些得不少钱吧？底座上呢设置了加工板和气缸，连设备带厂房，一共72万大洋。如果加上池春堂呢，80万左右。你也太阔了吧！本来是不够的，但那个人愿意出60万大洋回购我手上文氏大药房的股份，还有我那个房子，本来只值4万大洋，但竟然卖到了8万，正好凑够了我所有需要的钱。这60万大洋都是文之秋出的。难怪。什么？你不会不知道吧？文之秋把文氏大药房在上海所有的分店都卖了，包括静安4路、湖北路那些生意好的也都卖了，只留了一家总店。业内还奇怪呢，这回对上了，是为了筹钱买你的股份。全卖了。他自从跟你分开了以后啊，可干了好多奇怪的事儿呢。你说他把上海的店卖了吧，但他又在香港、汕头，还有三河坝开了分店。我还听说他想把分店开到大埠、永定、上杭、汀州，这不傻了吗？王老板，不收。放着。蒹葭的照片，有些tren变，来年有风的地点，随着季节变迁。快看那树叶落与我脚尖，如蹉跎的时间，悄然翻篇，而我没能的理解。那为何总是无言？在平凡的世界里等着，真的如一条河，你的痛路留给谁了？黑夜翻越生活的周期，总是在缝隙中度过了一生。池春堂要主推万灵丹了，我听说韶华把古方重新调整了一下，还用上了机械提纯萃取工艺，药效更胜从前了。这楚韶华哪来的那么多钱开这么大一个药厂啊？是文之秋，文之秋高价回购了他手上的股权。我就知道，这个文之秋还是对楚韶华念有旧情啊。他送去的花篮，韶华都给他退回去了。这倒是楚韶华办的事儿。所以看来啊，楚韶华比文之秋能成事儿。那你觉得文之秋这次差在哪儿了？这次文之秋废了。他本来是个极聪明的人，他的药店也能挤进上海前3，就因为他跟楚韶华这段恋情，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的，生意也垮得七七八八。哼，所以我告诉你，做生意绝对不能感情用事。文之秋就是前车之鉴。我记住了。是我下个月准备推出的新药。这次我打算把它全权交给你负责。你也跟了我有一段时间了，让我看看你学的怎么样。好，那我试试。试试，你今后的每一次出手，都要做到孤注一掷，不留退路。徒儿受教啦。而且我提醒你，他的直接对手就是万灵丹。那你的意思是要让我跟韶华对打？对呀。不行。你给我换个药让我试试。
怎么了？你怕你打不过楚少华？不是，我是怕这样做影响了我跟韶华的感情。你看看，我刚教的你，不能感情用事，你又把两件事混为一谈了。但这人是韶华，我就这么跟你说，一旦遇到利益冲突，就算你留情面，楚韶华也绝对不会让着你。韶华不会的。不会？你看看他现在怎么对待文之秋，你就应该知道他将来会怎么对待你，啊？所以，生意是生意，感情是感情，在这一点上，你要好好跟楚少华学学。而且你知道吗，亲爱的，在我的世界里，只有金钱是最纯粹的，纯粹到不能容下任何杂念，包括感情。如果说你想得到很多很多的金钱，你就要放弃很多很多的情。如果换个人还好，真的是韶华的话，我还真怕自己打不过他。别怕，亲爱的，你想想，你背后是谁？是你，是守元药庄，是菊锦堂。对呀，所以亲爱的，放手去拼啊！这才是你对对手最大的尊重。好，我干。